现在看的数据和实际差距是比较大的。如果看到小型设备烘焙曲线上面出现的一些烘焙瑕疵，这种瑕疵在某些大型设备上是不会有的，因为稳定的设备在数据收集上不会出现。所以不同的设备探讨的关键点不是在烘焙曲线上面所看到的一些瑕疵，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直观认为需要从烘焙曲线上来讨论豆子的烘焙是否完美，那么这就属于本末倒置了。其实烘焙的好坏在曲线上并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小型设备。但是对于大型设备来说，如果烘焙曲线是不好的，或者说不稳定的，那么大型设备所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如果在小型设备的烘焙曲线上面看到的一些瑕疵性的烘焙，它不一定是准确的，而是需要通过杯测判断。大师们的授课是在学习理论还有他们的实践加在一起讲课的，他们只能讲那些符合逻辑与理论的知识，因为烘焙技能是比较庞杂的，很多技巧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大师也没法一一传授，因此只能教一些能分析的知识，例如数字图表、发展率、烘焙度、生豆类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拿来讲课就很正常。如果加入主观思维或者一些玄学类的知识，那就等于没有逻辑与理论知识了。所以有讨论的话题，那肯定就是基于一些大众都能普及到的参数来进行讨论。哪怕这种简单能讨论的参数、数据图表，对于初学者和中期甚至后期烘焙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自己的曲线对比之下有提示，看着有参考和调整的意义。烘焙完成同时还要结合实际判断，简单来说，杯测结合烘焙曲线去分析它的这个烘焙度是否有效，是否这个曲线产生了烘焙瑕疵，包括掰开豆子看它的切面是否膨化均匀等。如果有问题都能看得出来，豆子与烘焙曲线是有关联性的。如果单从烘焙表来判断豆子是有烘焙缺陷的，那么有可能会给人引起误会，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看烘焙曲线缺失出现的烘焙瑕疵，并不是100%的准确答案，虽然有时准确率也会很高，但不一定是100%的。如果结合杯测豆子，结合曲线出现缺失，然后再分析，再观察这条烘焙曲线，然后讨论是否存在烘焙过程中产生了瑕疵，那才有意义。因此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信息关联起来判断，如果单一看烘焙曲线，那就是只能靠猜，而且谁也不敢保证说这个一定是烘焙瑕疵。通过以上的观点论述，得出的建议是在使用咖啡烘焙软件时，可以尝试不同的平滑设置，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烘焙设置，结合其他工具和信息，例如烘焙记录、感官评估等，综合分析烘焙过程，不断学习和实践，提高对烘焙曲线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举一个案例，在大师们教学的讲座上，大家能清楚明白教学内容，甚至烘焙示范现场中能按照老师的教导去进行烘焙，也能达到烘焙的目的。但是回到本地，在自己的烘焙机上烘焙出来的咖啡豆，结果不论是烘焙曲线和质量，
却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出现。此时很多烘焙学习者会非常茫然，感觉是不是自己漏掉了某些重要内容等。此刻我们需要思考的因素就很多了，是不是自己的烘焙机与教学的烘焙机在质量稳定性方面存在差异，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上是否一致，在豆子选择的目数、含水率、密度方面有没有达到学习当时的要求，这些内容都是需要反复思考的。最终是通过杯测去感受豆子的质量。以上就是烘焙同行及大佬们对别人烘焙曲线的见解。我个人觉得，在咖啡烘焙的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把每一次烘焙不确定的因素变为可控，才是咖啡烘焙师的终极目标。别人的曲线可以参考，但不一定能套用。关于咖啡烘焙曲线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